現在川普是表面上很強硬，他們每一年的貿易額7100億美元左右啊。加拿大賣給美國的都是石油、天然氣，還有包括燃油。可是如果說一旦有新的市場出來的時候，加拿大就有底氣了。一旦它的能源不賣給美國，或是少賣給美國，那美國就必須要從中東海灣國家進口能源。更重要的地方是在於加拿大空前未有過的這種大團結，所以美國要跟加拿大打這場仗，坦白說沒有很大的條件跟籌碼。這一場美加之間的大戰，正式的兄弟之間撕破臉，我們要趕快來看到是加拿大這一次不只是反擊川普，而且他也在重新思考了是不是要繼續依賴美國，甚至整體的氛圍就是要來去美化。川普對加拿大課徵了50%的高關稅之後，原本以為加拿大會低頭，但是完全沒有。最新呢，卡尼是硬槓到底了。加拿大針對於美國700多項的商品祭出最高達到50%的關稅報復，甚至呢，他就說了，我們因為要打的是一場非常長期的貿易戰跟美國，所以呢，我要來力挺我們的勞工跟企業到底。所以卡尼決定要砸75億加幣來支援這些受衝擊的企業和勞工，來打這一場長期的貿易戰。現在最值得關注的事情，恐怕不只是關稅的數字而已。國內的在加拿大國內的反美情緒高升哦，現在都在喊要讓美國痛，要去美化。這一場風暴，我們今天會一一的剖析，其實已經一路的燒開，從能源、民生、農業到旅遊，一路的延燒，重挫美國。趕快來看一下細節。首先看到加拿大反美情緒升高之下，加拿大總理再次的喊話說，我們非美國的附屬品。安大略省的省長說，我將不惜一切，首先針對美國的能源來做斷電。他說有可能會對美國的150萬戶的家庭跟企業斷電，當中還會針對密西根州跟明尼蘇達州、紐約州的電力加徵大概是25%的25%的这個費用。農業的部分，我們都知道，美國現在很缺肥料，尤其是在中東戰事之後，價格暴漲，一口氣達到50%。而美國將近90%的進口都是來自於加拿大的鉀肥，甚至呢，現在喊出來說，有可能加拿大就會對美國來直接斷了這個肥料。那對於中西部的農民來說，又是一種重挫。民生方面，打進美國的日常老百姓的生活的就是衛生紙了，因為美國的衛生紙大部分是從加拿大進口的。2024年它的總價值大約達到3.28億美元。而美國雖然佔全球人口只有4%，但是呢，美國人用的衛生紙量非常的多，高達全球的20%左右而已。現在加拿大的這一招，恐怕讓美國的衛生紙價格暴漲，又讓美國的通膨問題變得更加的嚴重了。包括美國的市售 Costco 啊，這些量販店其實賣的很多都是加拿大的衛生紙。而現在呢，加拿大也力倡要來自己買自己的國貨，來去美化，讓這種網絡的電商平台呢，現在的熱度啊暴增。網站的流量有一個叫做呢 Buy Canada 的一個網站，現在訪客的這個瀏覽量已經單日暴增了大約200%。大家都說了，我們要買的就是加拿大自己的商品。旅遊市場的部分，今年呢前3個月前往美國的這個比例呢，已經下降了大約達到1%，所以他們要繼續的重挫美國的這個旅遊市場。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賴老師怎麼看加拿大掀起的去美化買國貨的一個最新運動，變得史上可以看到加拿大有前所未有的最團結嗎？這是川普所逼出來的結果嗎？那麼從能源、鉀肥、民生到旅遊的制裁，真的能夠讓美國痛嗎？卡尼現在等於是和美國正式的撕破臉，賴老師怎麼看？當然會到美國痛啊，這個道理很簡單，就是卡尼他採用的是精準式的打擊。我覺得這一招是向中國大陸這邊學來的啊，也就是說，它更精準的是對美國的紅色州，因為中期選舉馬上要來了，所以它最精準的對美國的紅色州進行了打擊啊。這次卡尼是有備而來，而且他有恃無恐。更重要的地方是在於啊，他的反對黨派都站在他背後，所以卡尼也嚴格意義上來講也沒有退路了。因為您看反對黨。所有的反對黨，他們都說我們必須團結起來支持卡尼。那你覺得卡尼還可以往後退嗎？第二個，魁北克過去都主張要獨立的，然後傳出說川普要去法語化，他們哪能接受啊？因為我在巴黎大學讀書啊，我很清楚知道法國人對他們的語文的感情跟態度啊。
那這些講法語區的人，他怎麼能夠忍耐得住？說你要去，所以後來川普出來消毒嘛，說我哪有這樣講，這是講新聞啊，他們編造杜撰我沒有這樣講，那我愛死法文了，他是這樣講，但是事實上大家相信第一時間所說的，也就是他看到法語很刺眼，因為他說怎麼可以英語也寫，法語也寫，這太刺眼了，要把法語拿掉，我想這是事實。那這個也激起了魁北克地區對於卡尼的支持，還有大省安大略省的省長最明顯的。他也支持卡尼要最嚴厲的方法來對待美國人，那也就是說，加拿大空前未有過的這種大團結，黨內外都團結在一起來支持卡尼，來對付這個川普的過程中，你想卡尼還能夠往後退嗎？不行了，還能夠示弱嗎？不行了，他已經沒有後退了，也沒有示弱的這個條件了，他只能一直往前打。可是，一直往前打，又怎麼樣能夠靈活的打，而且能夠打透美國？其實美加的貿易對加拿大很重要，對美國同樣很重要。為什麼？因為他們每一年的貿易額7100億美元左右啊，這不少啊。這第一個。第二個，如果以商品貿易來說，加拿大確實有順差。可是，如果你加入服務貿易來講的話，那就是美國順差了啊。還有一點地方是在於，加拿大賣給美國的都是不是高技術含量的東西。包括石油、天然氣，還有包括燃油，還有包括原木料等這些東西。可是如果說一旦有新的市場出來的時候，加拿大就有底氣了。中國大陸提供說，我支持你，我有這個新的市場，對大陸有沒有好處？有。大陸如果能夠從加拿大這邊得到能源的這些好的價格的話，大陸跟中東的國家跟美國談判就更有底線、更有籌碼了。大宗物資也是如此，所以事實上這是對於加拿大好、對中國也好的事。那這個雙好對美國不好，那這個怎麼不合作呢？所以中加的合作的條件也成熟了。在這個情形下，對卡尼來說，一旦他的能源不賣給美國，或是少賣給美國，那美國就必須要從中東海灣國家進口能源，而它的價格比加拿大貴的情形下，那你想想看，對美國來說這不利的影響啊，因為它的通膨還有它的能源，所以美國要跟加拿大打這場仗，坦白說沒有很大的條件跟籌碼，而加拿大在精準的對準這個紅色州來打的時候，那你想對於川普來講的話，他怎麼能招架？現在川普是表面上這個很強硬，可是我覺得以這場仗如果要持續打下去，美國川普沒有勝算了。好，那我們也來繼續的盤點，請教楊老師同樣的問題哦，就是加拿大現在痛打美國，到底哪一個政策、哪一個項目會讓美國最痛？那我們剛剛也說了嘛，打紅色州，包括了這些農民啊跟製造業，現在等於是說都被痛打啊，直接重挫川普的選票。那另外一方面，民生的部分現在也傳出說可能斷了美國150萬戶家庭的電，哪一招可能會逼川普讓步，是讓他最受不了的？楊老師怎麼看？在此之前呢，我們先問了，為什麼美國川普政府要對加拿大採取貿易的制裁？因為真的是貿易的協議談不攏嗎？還是說其實他就是要塑造這樣子的情況，然後呢採取這種極限施壓？我覺得美國有兩個目的哈，也就在談判貿易協議的過程當中，美國是非常高姿態，而加拿大是無法接受。卡尼說的，他說最後有一些條件呢，是剝奪了加拿大作為主權國家對外貿易的權利。那我就聽懂了，也就是說，其實他是要把加拿大跟亞洲供應鏈，或者是更明確講，中國供應鏈的關係給斬斷清除。就很清楚啊，今年年初的時候，加拿大把中國電動車的關稅從100%跟隨了美國的100%降到7%。那你看看加拿大跟美國的邊界多長多寬鬆，那這樣的根本就是美國的市場就等於是進來了。你開了中國的比亞迪的電動車加拿大的牌照，你就直接到美國去了。所以這樣子的情況，美國不能忍受。其實他是在打一個大的戰略。那當然，另外我覺得美國對加拿大也有就是貿易甚至領土上的野心。所以這個是我覺得他為什麼這麼做。那加拿大看懂看不懂？當然看得懂啊。可是加拿大這個時候真的就告訴川普，我也是一個主權國家，你不要真的把我當作你的第51州，卡尼不吃你這一套。安大略省
的省長的屁股很大，他自己講的啊。哦，那加拿大有沒有反制的能力？因為川普想，你賣到我這邊的商品佔我整個進出口只有1%，我給你，但是他沒有進去看那1%是什麼東西，很大的關鍵，而且很多人沒有算的那1%裡面，比如說所有國際對美國的投資排名第一的，一直都是加拿大。投資我們都沒有算在這裡面，排名第2才是日本，然後德國，然後呢，你看到，即使那個時候中國大陸對美國投資很夯的時候，還是加拿大排第一。沒有在這個裡面的電力，對我們這邊寫到了，在好多的這個5大湖甚至中西部的電網，通通電是來自於加拿大的，以及鉀肥我們也寫到了，還有這個就是原油，然後呢一些稀有的礦產，像是鉀，像是鈾，以及這個就是我們講到的民生的衛生紙。為什麼呢？因為加拿大的森林廣闊啊，所以它有很多的再生的這些就是設施在這邊。那這裡面還有提到的，我也親自去過加拿大落基山脈靠東的這邊呢，有個叫 Calgary， 它每年都會辦一個牛仔節。在加拿大有牛仔節，因為加拿大有非常龐大的就是那個牛羊的放牧，所以它有牛仔節，有相當多的牛肉是來自於加拿大。美國本土雖然也有產，但是呢，很多也來自於加拿大，也出口。所以這裡面加拿大對於美國其實有好多的這些，就是可以去跟美國扳手腕而使美國出現就是說不可替代的這種情況。不過我最後要講的一個，加拿大之所以能夠硬起來除了他自己本身的這個非常有智慧的總理卡尼之外，以及他自己加拿大人這一次的這個民族主義國家認同能夠凝結之外，還有一個很關鍵的是，他其實跟過去比較起來，他對亞洲跟中國大陸這個整個供應鏈的連結，使得他不再需要美國了。那這一次反而美國讓加拿大跟美國的這種相互依賴的關係從物質上這個切斷，從心理上也切斷。好，所以現在等於是說，從卡尼總理一直到舉國加拿大都已經掀起的反美情緒。那確實卡尼的精準打擊打在了川普很擔心的紅州，那也包括了農業啊、工業啊，甚至已經打到一般普通老百姓的民生，甚至是投資等等都會受到影響。那另外一方面，其實我們等一下請酈將軍來帶我們特別看到的是，卡尼也打在這個軍事上面，針對於美國，他們決定呢要增加加拿大的國防自主，要來完全的幾乎啦。希望能夠做到去美化，所以最新消息我們來看到是加拿大原本規劃了，他已經說好了，這個我們接下來可能會規劃拿這個277億的加元要去買88架的 F-35戰機，但是現在呢，這一筆預算可能會被重新檢視，就是卡尼會來重新來決定到底要不要花這一筆錢，甚至出現接下來讓 F-35搭配瑞典的獅鷲戰機這樣子的一個構想。那再來就是說，我們剛剛說嘛，卡尼說要國防自主化，他確實在這個經費上面已經確定了砸下的金額，包括今年宣布了5000多億加幣，也就是換算3660億美元的一個計劃，來加強加拿大在軍事的發展，並且他規劃未來10年之內要讓他們的國防合約交給加拿大本土企業來生產，從目前大約佔比只有40%，說10年之內要提升到70%左右，把這個製造業逐步讓本土來做，甚至讓盟友之間來一起合作，怎麼樣就是要降低對於美國的依賴。軍事妥善率也定下了更高的一個目標海軍艦艇妥善率說要達到75%，陸軍的車輛80%，空軍飛機也有85%。怎麼看卡尼的這項決定，酈將軍？我試問一下加拿大的這種軍事上假想敵是誰？好像沒有是美國嗎？也不應該是美國那誰會侵犯到加拿大？加拿大其實跟美國是一樣安全的，北邊是這個北極嘛，南邊是美國然後東西兩邊分別是大西洋跟太平洋。那他發展國防、發展軍事在幫誰？他的假想敵是誰？他每一次都在幫美國打仗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開始，
歷次的戰爭，只要由美國出面去打，然後加拿大一定是在旁邊跟小弟，跟在後面搖旗吶喊哦，一直到最近的波灣戰爭。除了說最近這次對伊朗動手，這個美國要加拿大加入，加拿大不加入之外，哈，之前包括對這個幾次的波灣戰爭，加拿大都有參加。不要忘了，加拿大還是跟美國一起的五眼聯盟的其中一個國家哈。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這個美加兩國在軍事上鬧翻哈。我覺得受害最深的是誰？如果美加兩國真的是在軍事上原來同盟都已經鬧翻了，最倒霉的是美國的小朋友。為什麼呢？因為今年的聖誕節他們就看不到聖誕老公公來送禮物了。因為每一年大家知不知道，美國小朋友一定會打電話到北美防空司令部問說這個聖誕老人到哪裡了？那代表什麼意思？當然這個我們可以當作童話來看，溫馨的一個聖誕節的故事。可是是不是代表說是這個美國自己最大的威脅就是，如果說是從俄羅斯發射導彈的話，它一定越過北極哈，經過加拿大才會攻擊到美國的本土。所以加拿大事實上是在美國的北方哈，替美國當盾牌，扮演盾牌的角色。那美國不去加強自己盟友的武力，反而現在來講的話哈，去跟加拿大鬧翻，我覺得軍事上對美國來講就是一大損失。當然短期之內啊，加拿大雖然說自己想要建立自己的自主國防，可是我覺得要成功也很難的。比如說，這是具體來講，加拿大要買的 F-35戰機，就跟美國買，事實上是提供美國軍工產業，讓它能夠持續生產下去。那你現在跟美國鬧翻，因為經貿的關係鬧翻之後，那加拿大說我現在只買一半，他還是要買，他只是不買88架，他買44架，另外44架的錢，他跟瑞典買這個施鳩戰機，可是你要知道，施鳩戰機裡面那個發動機 F414。發動機也是美國製造的哈，甚至於施鳩戰機很多供應鏈也是美國的。那會不會美國不爽說，你跟這個瑞典買，不跟我買，那我就減少對瑞典的發動機，我不給他。你沒有發動機，你的戰機就做不出来，你戰機做不出來，你加拿大怎麼去買呢？這是第一個哈。第二個，如果說是當然卡尼有這雄心壯志，要建設自己的國防產業哈，提升自己的國防妥善率。大家注意到，他不是要重新建軍艦，他也沒有能力去坐飛機啊，他只是提高妥善率。提高妥善率什麼意思？我自己做自己的維修能力，比如說我的軍艦不再去美國維修，本來我這個軍工產業的部分哈，我就投資在我自己的軍工產業的這些企業，讓他有能力來達到維修軍艦、維修飛機、維修車輛。我覺得對於加拿大來講啊，這也是反制的一種手段。我覺得這是很務實的一個做法了。他沒有吹大牛說我要自己要坐飛機，沒有，他只是說我提升我的妥善率，增加我維修能力。那我覺得將這個產業這個資本投入到這方面啊，我想確實是有機會可以提高加拿大的國防軍事的產業。好，來看到中美之間的軍事博弈，中國大陸的6代機殺入了天空。今天會來特別看到第5架的原型機殲36曝光了。狂飆做測試之外，還包括了5代機，今天也會來看到，包括了它的殲20擴軍千架，殲35也要來全面量產。美國的空優霸權面臨最大挑戰嗎？如果觀眾朋友來跟我們做互動留言，如果您認為美國的空中霸權面臨挑戰，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還可以領先好一陣子，留言寫2，跟我們一起來做互動。中美的新一代的空戰力量來做一個最新的比拼。最新消息是中國傳說中的第6代戰機，也就是它的殲36了。畫面上我們看到第5架的原型機，現在疑似已經投入在做測試了。也代表說，大陸的6代機的發展可能從本來只是概念啊這種驗證型的，結果呢，是不是真的已經開始做測試了？包括了多架的原型機跟它的新構型都已經到了驗證的階段了嗎？好，今天趕快來看到殲36有哪一些細節，等一下也就這些細節跟戰力的部分，請艦長來帶觀眾朋友稍微做一個深入的解析。首先是它有這個無尾翼的一個逆蹤設計。它取消的是傳統，它是這種垂直的尾翼，它現在沒有了嘛，也代表它的這個雷達的反射面積變小了，那麼可以降低飛行的阻力，也提升它的逆蹤的能力。
這個是第一個，在它的尾翼部分做的改變。第二個是它現在用到了3發動機的一個配置哦，顯示呢它現在可以追求更大的航程，以及搭載更強的雷達電子戰系統。而作戰半徑的部分現在是來到了4000公里，我們看跟殲20來做比較，殲20只有2000公里，而美國的 F-35AC 的作戰半徑更只有1000公里，所以它的作戰半徑可以說是已經大幅的提升了。最後我們來看到它的超大型機身也可以容納更多的它的內置彈艙，以及更高功率的雷達跟電子戰的設備等等。如果相關技術成熟，現在也代表說，中國大陸空軍的目標已經不是追趕 F-22、F-35了，而是在提前卡位下一代的空戰規格嗎？好，有關於殲36的部分，艦長如何看它的戰力，還有它已經在做實戰化測試了嗎？會改變未來的空戰實力，美中之間嗎？您如何看？剛剛主持人告訴我們啊，也就是這已經是第五款的一個測試機了，也就是它做了非常多的不同型的一個部位的改動。那這個也是透過每一次的試飛做不同的一個修正啊。那其實我們看到啊，這一架飛機，也就是我們看到的成飛6代機。那可是每一次那它所展現出來的都不太一樣，所以非常多的照片啊。那但是呢，其實這就是一種飛翼設計，也就是我們講到的爛打的這種飛翼設計。這種飛翼設計，也就是如果它遇到這一個雷達波從正面而來的話，那其實它不會像以前無論是三角翼或者是這種器型的機翼的話，它都會進行反射，它都直接的向後折射。這是為什麼使用飛翼造型的一個最大的特點。另外，沒有垂直尾翼的話，那個垂直尾翼原來也會造成非常大的一個雷達截面積，現在也可以進行收斂。那這個第五架原型機，它反而改得更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那一架，第一架的原型機。为什麼？因為它其實把原來它的一個排氣口做了更多的收斂。那這個收斂的原因在於說，它想要減少這一個紅外線的一個反應的那個溢出，也就是當現在我們看到它其實大家一直講逆中戰機，那它其實不隱形啊，那它是逆中。那逆中它除了我們講到的這一個雷達的一個截面積要小的話，那另外一個特點，也就是我們講到說它的紅外線的反應也要小，也就是它慢慢的改回它原來最原始的設計了。那其他有關於這個3個發動機啊，這個彈艙的部分啊，其實我們都只是揣測而已。但是我們實際上可以看到的是什麼？我們其實可以看到的，也就是前一段時間這個中國大陸它的一個影片，在這一個慶祝這個運20服役10週年的時候，我們看到什麼？他說我們先加6爺，6爺其實他指着也就是轟6的一個轟炸機，他說再加小6，小6是什麼？小6其實也就是殲36。大家覺得中國大陸它的一個設計還停留在只是做這一種戰機的設計嗎？其實不是啊。如果我們透過看這一個南華早報的話，南華早報其實它有關於這第6代戰機的部分呢，他說其實他們都已經在準備6代這一個逆中戰機如何落艦，他連落艦系統都已經設計好了。為什麼我們這麼說？因為其實當這個論文出來的時候，它都已經 delay 大概3年了。那我們剛剛看的是南華早報的報道，那當然，小艦長有必要要把這個原來的論文挖出來。他說直接基於直接力的飛翼布局，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6代機啊。那艦載機精確着艦控制，那這個是在航空學報上面。而且呢，我們看到這一個部分。那如果說我們來看實際的畫面，我們來看到他的畫的這張圖，你覺得他在隱喻哪一架飛機？當然就是殲36，而不是殲50。那他這樣的一個設計着艦呢，所以他是不是來搭配004的一個航空母艦的部分？而且
這個是我們可以繼續觀察的，而且我们繼續看的話，它模擬到了6級海象，而且它這一個整個着艦的位置在第3號阻攔索的部分，它是以公分作為誤差計算的。這個也就是我們常常在講啊，大家有人說，那個都是美國做 PPT， 然後中國大陸來實現，但是6代機美國沒有 PPT 啊，美國的 PPT 其實也不是完全沒有了，它的 PPT 是這一架聖誕樹，也就是我們所看到的之前在51區看到的 F-47，但是這是波音1990年代的設計。好，剛剛看到的是殲36它的一些細節哦，但是現在還沒有正式的服役前，我們也要來看到說，未來中國大陸的空戰，如果說就是它的6代機搭配五代機的話，又會如何來同步推進它的空優的實力？好，所以現在來看到有關於5代機，我們看到2款，第一架是殲20，他說它的數量已經突破了500架的規模，甚至朝2030年1000架目標邁進，所以量產的部分現在看起來是可行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殲20它的升級的部分，包括了它的機背結構、氣動還有電子系統進一步升級。最重要的是，它現在搭配的是涡扇15發動機，可以提升它的推力跟超音速的巡航能力。第二架飛機，帶光朋友來看到的是殲35了，現在說被拍到大量的綠皮機做測試，是不是也進入了量產階段？那如果我們做一個統整，5代機加6代機，也就是殲20開始，它主要負責高端制空、遠程突襲；殲35中程的多用途作戰。最後是 CG 下面這一架這個是殲36，會成為下一代的空戰平台。5+6會如何縮小跟美軍在空優實力上面的差距？那委員怎麼看？對，我想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哦，中國大陸在這個戰機發展的這個路徑跟步驟哦，就是第5代在服役，第6代已經在試飛，那麼第7代可能就在做研究了哦，所以它是有節奏的，不斷的在推進它的這個空優的這樣的一個這個戰力哦。那麼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的，我們先不要講第6代，就先講第5代好了。就我給大家一個數字哦，美國在全球的第5代戰機大概就是2款嘛，一款就是 F-22，一款就是 F-35。F-22目前為止它在全球大概有180架哦，那麼 F-35它在全球有800架，那麼這是它全球的部署哦。我說過，因為美國大家看起來這數量很多，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因為美國管得又寬又廣，就差沒有管到宇宙去了，所以全世界各地都有美軍各式各樣的基地哦。那我們就不要看別的地方，就看亞洲就好了。美國的第5代戰機在亞洲部署了多少？美軍自己可控的FS-22加 F-35，在它亞洲各地的基地，包含日本好幾個空軍基地，大概加起來整個亞洲地區，它大概有100到130架是美軍自己可控的。如果你把這個亞太盟國美國的盟國什麼南韓啊，這個各地的這個盟國的 F-35的這個或 F-22都加起來，大概有130到150架，所以。現在美軍的第5代戰機在亞洲地區大概是250架，這是美軍在亞洲的部署。那你回過頭來看中國大陸的第5代戰機，這個剛才小艦長幫大家介紹過了嘛，殲20、殲35，中國大陸大概現在有500甚至美國有一些智庫說預估到600架了，它已經有500到600架的殲20了，然後呢再包含。這個殲35現在大概是30到50架，而且如果開始進行全面量產就造軍艦都可以像下餃子了，造飛機大概也沒有太難那麼這個數量會大幅的提升。那現在你看到的6代機的這個研究，我們剛才在討論的就是我們看到的這個殲36的原型機開始在試飛了，而且試飛了好幾款了。可是美國自己的6代機，剛才小艦長提到的這個 F-47，它要取代 F-22。然後這個 FAXX 它要取代這個F-18的大黃蜂，這2款到目前為止，它都是預計在2028年才要首飛的。所以你看，我們現在2026年，中國大陸的第6代戰機就已經在原型機試飛了。可是到目前為止，美國的這2款要到2028年可能才可以進行穩定的首飛。那回過頭來講我覺得最重要的關鍵不是數量問題，還是我回到上一題跟大家講的，這是主客場的問題。就中國大陸沒有打算去侵略美國。現在如果這個中美會發生衝突，那一定是在西太平洋，那一定是在中國大陸自己的門口。所以主場是中國大陸，客場是美國。所以美伊戰爭就是一個最好的案例啊。
現在不是說你全球有多少戰鬥機，你就有壓倒性的空軍優勢，沒有的。當你是客場的時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更不要講說美軍在亞洲只部署了最多就250架了。就如果一旦發生衝突，伊朗怎麼對美軍在中東的這個軍事基地，中國大陸就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對付美國在這個印太地區的軍事基地。所以美軍的空中優勢在面對主客場差異的時候，幾乎發揮不了太多壓倒性的功能了。好，這是美軍，特別是在亞洲地區，在空戰方面，它處於劣勢的部分。那我們也來看看，那 F-22跟 F-35是美軍的5代機嘛？剛剛我們也提到了這2款戰機，那他們現在面對的問題就是 F-22。它主要是面對它的數量有限，而且生產線已經完全關閉了。這個是 F-22，再來 F-35呢，它的問題則是它的成本太高了。現在呢，洛克希德馬丁也做了一個統計，生命週期成本 F-35來說大概是2兆美元，主要集中在這個後勤的維修跟升級等等。所以面對殲35來勢洶洶，接下來美軍它的空中的優勢還有嗎？那楊老師又怎麼看？其實剛才前面2位都講得很清楚啊，有針對美國這2款跟中國的2款第5代機啊 F-22、F-35以及殲20和殲35。我覺得在4個層面如果雙方真的要只是來做這個對比的話那4個層面其實我覺得美國現在遇到很大的這個狀況。第一個層面就講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說在它的性能表現以及數量。以及整個全球的布局而言，其實美國現在碰到了撞牆期。也就是說，雖然 F-22這個180架，可是它已經停止生產了。但是呢，殲20呢500架還是在持續。那你當然這是一個2種不同的高低搭配在就是 F-22跟 F-35以及殲20跟殲35之間，可是基本上其實是各自有各自的這個功用。雖然 F-35跟殲35各自它在陸空甚至海的運用層面都較為廣泛、較為靈活，但是呢，比較大型重型的 F-22跟殲20仍然有它長程攔截以及就是相關的這種就是功用。所以以這個比較而言的話，以美國的這個 F-35的全球部署，雖然它多達到800架，可是呢，它並沒有優勢。第二個是。美國是全球部署，大陸只是在西太平洋，就區域而言，你馬上就高下立見。對，那第3個呢？現在美國的洛克希德馬丁，它的那個 Block 4的升級也是碰到撞壁，就它基本上 F-35的生產現在只是量，但是無法提升值，那也碰到一個最大的這個困境。同時不要忘記，中國大陸的稀土的管制也對 F-35的製造產生的影響。那最後一點是什麼呢？那講到2個概念，一個中程僚機，還有呢，也就是所謂的這種相關的，像是霹靂15、霹靂17的這些這種所謂的這個就是空對空的這些飛彈，那其實這個比較也是高下立見。那當然，中程僚機你更進一步到第6代的相關的這個就是戰鬥機的時候呢，它的差距就說不定更明顯了。接下來我們會來看到是沒有中國，美國的製造業還可以繼續下去嗎？川普說呢，接下來要全面斷中鏈，中國的中哦。所以現在呢，告急的產業包括了鋁業、軍工、車業、造船4大命脈同步告急。今天就這個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深度的剖析。觀眾朋友歡迎留言區留言，如果您認為說斷了中國大陸的供應鏈，美國的製造業還可以繼續強盛，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會失敗，留言寫2，一起跟我們做互動。川普的這場去中化，當時從晶片一直到稀土，現在正式擴大到了國防的供應鏈。所以最新的消息是，美國的國防部接下來會收緊採購的豁免規則，限制這些國防的承包商。他說接下來你們都不可以再採購跟中國大陸有關的關鍵的礦物跟原料了，這當中包括了鋁哦。川普說呢，這個鋁的製造廠我們也要自己來做，那所以呢，他就鼓勵外資來這邊設廠造鋁哦。那我們看到這個鋁目前的狀況是說，50%的這個鋁關稅，再加上伊朗戰火的波及呢，在美國當地鋁已經飆升到每
噸$6100了，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鋁溢價已經接近到翻倍的關稅去了。所以我們剛剛提了嘛，川普就說，那外資們你們趕快來這邊投資吧，如果你們願意來這邊設廠的話呢，我們的關稅就會從50%直接降一半到25%啊。但是關鍵來了。這些外資會願意來嗎？因為要知道你需要在這邊建鋁廠的話，你需要大量的水，還有大量的電等等。那美國現在這些資源的成本又這麼的高，那這樣總計起來可能要花費數十億美元才能投資哦。那而且這個回收率呢，可能長達10年之久。那外資還願意來嗎？這個就打上一個非常大的問號。那外資還沒有來之前，我們看到，因為川普的關稅對鋁課徵了50%的關稅，現在美國的企業早就已經叫苦連天了。這些企業包含了哪一些呢？先來看到美國最大的鋁公司這一家，他說呢，在關稅成本之下，他光是 Q1 第一季的這個損失就高達了2000萬美元。其他汽車大廠也拉起了警報，這當中包括了福特汽車還有 Tesla， 他們說面臨採購成本大增，原因就是鋁庫存已經不夠了，拉起了警報。每輛汽車成本在美國現在呢增加了大約是每台400美元，新建案住宅平均也會增加大約是1萬美元左右。那現在怎麼辦呢？包括了我們看到中國大陸更是收緊了對美國稀土的出口，光是上半年稀土就大減了20%，一沒有稀土的，直接衝擊到的就是美國的軍工了。包括了這一家製造無人機推進馬達的公司，因為這個稀土短缺、磁材短缺，它的訂單被迫延期，最多達到2個月。再來這一家美國的國防公司，它生產飛彈紅外線感測器的，沒有了這個鍺的庫存，已經降至安全的庫存，對於他們的生產也出現了非常大的壓力。部分的這個國防材料的價格已經飆升到限制前的5倍以上，甚至有一些關鍵的材料暴漲，達到了60倍的一個價格。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賴老師怎麼看？現在川普說了，我們要全面的斷掉中國供應鏈，國防承包商也禁止購買中國大陸的材料，還祭出希望外資來蓋鋁廠等等啊。那麼投資的金額會非常多，可能達到數十億美元，這些外資還會來嗎？川普的去中化真的做得到嗎？那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川普旁邊的這些公務人員或者是他的顧問，我覺得他們本身真的是有問題了，他們不食人間煙火，或是他們對於美國的業者啊，他們的情況真的是了解不多。像納瓦羅，他就認為說應該對中國大陸全面性的制裁，要全面性的斷供等等的，可是他不知道美國的本錢到底有多少，美國的底還剩下多少？您談到有關於鋁，例如說冰箱要鋁，鋁門窗，我們講的建築業要鋁，汽車工業要鋁，有多少地方它都需要鋁，造船業要鋁，飛機工業要鋁，到處都是需要鋁的這個製品。可是問題就在於你美國，你想把鋁業把它拉到美國來，大家要問的就是說，你的礦產的開採跟在印尼或者其他地方的開採成本到底差多少？這第一個。第二個就是你的水資源夠不夠？你的電的成本高還是不高？你的本身的這些勞工的水平高還是不高？能不能募集到足夠的勞工等等的？那再加上運輸，你所有的這些都計算在內的時候，我想很多人他就會開始去思考了，說那我把我的工廠搬到美國來，在你美國的鋁礦產的區域裡面來設，那你這些基礎的設施、配套措施、交通運輸，我整還有就是你的工會的影響、你的電力的價格、你的人工的價格什麼等等，甚至最重要就是說你的勞動力能不能充沛的供應，這些都不夠的情形下的時候，那他算完了，你的關稅減25%，怎麼會有吸引力？沒有吸引力的。既然沒有吸引力，他怎麼會去設廠呢？所以你看，川普的這個關稅戰已經打了1年多了，打到現在沒有幾家公司回到美國去設廠啊，包括美國自己的公司都並不多回去美國設廠，更不用講外國公司跑到美國設廠了。那這樣的情形對於美國來說的話，你的所有的關稅政策事實上是失效的，因為你沒有辦法激起你的公司跟外國的公司到你美國來投資，除了台積電以外。好，現在的情況就是美國你非但吸引不了，
而且你的關稅是國內廠商自己吸收，所以為什麼美國的汽車業者他們會叫苦連天？就是因為是你美國的進口商吸收嘛，怎麼會這個道理？你川普到今天還是不懂呢？那我個人認為，以川普的目前的一個做法，他事實上要跟中國大陸切斷關係，他做不到，而且對於他來講，只會讓國力更加的衰敗而已。好，所以川普執意要切斷跟中國大陸的關係，那現在受害的就是最直接的就是企業嘛，他們叫苦連天。那現在怎麼辦？哪一些企業影響有多深？對於美國企業的影響，重創到底又有多大？那酈將軍怎麼看？我先講一個我自己親身經歷過的一件事情。有一天我自己開的車子，這個不小心這個自己擦撞到了，後面屁股被擦撞到。那我想說，一個凹進去一塊嘛，這個認識的這個修車的朋友打電話給他，我說你可不可以幫我鈑金一下？他說你那塊這個他先確定一下是鋼還是鋁的，他叫我拿一個吸鐵去吸吸看。他說吸鐵吸吸看，如果吸得住的話，就代表是鋼材，那可以鈑金。如果說是吸不住的話，那代表鋁那你可能整片都要原厂換掉，那成本那修起來工資就很高。那後來我才了解到，原來很多汽車現在來講，它不用鐵它用鋼用鋁。為什麼用鋁呢？因為比較輕，就跟飛機一樣。飛機為什麼要用鋁？它比較輕嘛。你想想看，如果一架飛機那麼大，如果都用鋼來制造的話，那飛機重的可能就起飛不了了。那汽車用鋁來講的話，它當然可以更省油這個跑的速度可以更快。所以為什麼這就是福特 F150的皮卡原來是用鋼打造的車身，現在要用鋁，因為它可以更輕更省油。那其實鋁的用途不止在民生方面，不只是汽車而已。我們經常包括喝汽水的你的易開罐包括你的洗衣機包括到這個烘乾機等等來講的話，都少不了這個鋁這種元素。那甚至於更高一層來講的話，包括軍工業導彈或者是這個戰機啦更少不了鋁。所以鋁的需求對美國來講的話是非常的至關重要的，但是為什麼美國現在這麼至關重要的這種鋁這種材料來講的話價格會飆漲到每噸到6100美元？6100美元是什麼？是已經是翻1倍的漲價了。對，我第一個原因是美國自己對於鋁提煉的冶煉的技術已經這個萎縮了在2000年的時候，美國這個鋁冶煉的工廠有22家工廠在冶煉，那到今年只剩幾家？只剩4家，所以它自己產能很明顯的不夠。那原来它可以每年可以到達煉出370噸的鋁，現在來講每年只能煉67噸，整整少了將近快360噸，所以美國自己能源不夠。第二個當然跟這個波斯灣這次的打仗有關波灣戰爭，你知道這個中東這個是全世界最大的鋁冶煉的這個產能占9%有2個大公司了，一個是位於阿聯的環球鋁業，一個是位於巴林的鋁業這2家公司是分別占了全世界鋁冶煉的9%，產量是非常大。但是由於這次這個波灣戰爭，它遭受到攻擊，然後荷姆斯海峽又被封鎖，所以它冶煉出來的鋁很難再運到美國去，這也是造成鋁漲價的第2個原因。第3個，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也是美國自己搬石頭砸自己腳，他自己搞關稅。這個第一季來講的話，就是我們這邊講，第一季它因為增加關稅你自己這個鋁你本來就要進口我們這個川普不是他原來鋁的這種進口大概就關稅只有25%，他把它提高到50%，你這不是搬石頭在砸自己腳嗎？所以說你美國因為提高關稅，然後造成自己的成本增加很多，所以這個第一季來講的話，有一家美國鋁的這種巨頭来。產業界的巨頭來講，他光這個成本就損失了2000萬美元，所以我覺得美國自己這都是他們自己搞的，川普自己搞的，自己又要打仗，自己又要漲關稅，然後自己產能又不夠，所以未來是不是有很多的這個製造業來講的話，你就必須要跟中國結合在一起，不然的話你自己來講的話是很難這個自己滿足自己的需求。對，好，所以。這樣整體來講的話，川普到底有沒有辦法真的做到美國製造呢？因為真的很矛盾他這個美國缺鋁，但是他還是要斷了這個來自於其他國家課高關稅是不是砸石頭砸
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呢？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說，其實美國要發展製造業，現在另外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缺工的問題。那尤其呢，我們看到在海上一年中國大陸可以造1000艘船，美國只有個位數，一年只能現在預估3艘這是來自於最新播客中國大陸的一位播客的說法。那我們也來看到說，目前的美國職缺的部分，750萬個製造業技職缺都是找不到人的，光是海軍潛艦的建造就缺了40萬名的焊工，還有電工，還能夠去中化嗎？那楊老師怎麼看？美國要製造業回流，做得到，很少部分做得到，基本上應該就是高附加價值的戰略產業，也就是他願意花大錢，然後呢，整個相關的設計、製造到使用，客戶都是自己美國人，那因此呢，特別像是半導體或者是 AI 以及生物製藥等等之類，他就把這些高附加價值、成本高的維持在自己本土裡面，繼續的賺錢。這個也許他做得到，其他的我覺得完全做不到。那第二個回答問題就是有沒有可能跟中國去切斷相互的，就是這種製造的關係哦？那我覺得基本上完全不可能。而且你看昨天王毅跟 Rubio 在馬尼拉的會議當中，其實就已經確認了9月份習近平應該會前往美國訪問。那這樣子的一個框架建立起來之後呢，美國基本上就是把他自己最核心的部分，他要把它框起来，其他的部分大概都維持之前的全球化跟中美之間的合作關係。但是其他的部分為什麼做不起來？三大因素很簡單，其實沒有原料。你剛剛講了鋁啊、鎳啊、鋰啊。第二個，這個沒有原料之外呢，它也沒有這個稀土關鍵的礦產，那這個是第一個。那第二個，那思敏剛才講，沒有工人，沒有技術人才，最重要沒有技術。鎳、鋁、稀土這麼簡單，你挖出來就可以用嗎？這個也就是證明，其實這個技術才是真正的關鍵。中國掌控這個技術啊。那第三個呢，也就是它根本沒有那個完整的這個所謂的產業鏈，對啊，生態系啊，以及群聚的效應。因此，他就希望說，把台積電，因為台積電代表不是只有一個廠，台積電代表是整個台灣的半導體的產業，整個都往美國移。那個是一個產業鏈，一個生態系的移動。那他在這個方面倒是做的，就是說，不錯。應該講他做的不錯，還是我們台灣配合的不錯哈？這個剛才賴老師的態度就告訴我們。所以呢，這方面也許他真的做得到哦。你花大錢，然後呢提高成本，可是其他的部分呢，我覺得他很困難。那至於說你要跟中國去脫鈎斷鏈，這老早已經確認。其實10年之前他想要把中國變成一個孤島，讓中國的科技發展這個停滯，結果10年之後呢，你就看到其實變得孤島化的呢，反而是美國了。